中国人不好忽悠了，还想忽悠外国了？外国人傻吗？就在楼市一片哀嚎、房企集体暴雷的时刻，北京方面突然甩出一个新政，放宽外资购房限制。看似在为楼市打强心针，实际上却像是在对着一具重症病人的身体灌鸡汤。问题是，国内老百姓早就对房地产失去了信心，谁还会在这个时候砸钱买房？难道真指望外国人来当接盘侠？但残酷的现实是，外国资本看得比谁都清楚。一个连续27个月下跌的市场，一个债务黑洞吞噬无数房企的行业，一个连中产都在集体断供的国家，凭什么让外资心甘情愿跳坑？根据最新公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规有几个关键变化。境外个人买房以前要先办购房备案证明才能结汇，现在只要拿着购房合同就能在银行结汇支付，事后再补交备案。外资企业买房取消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住宅的限制，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可以动用资金来买商业地产，甚至投资写字楼、宿舍。这看似一个大动作，但实质上它更像是一种姿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开放。这项政策对个人购房基本没什么用，最多就是简化了支付流程。真正放宽的是外资企业的购房限制，这是为了缓解商业地产的困境。而这个所谓的困境已经接近崩盘边缘。最新数据触目惊心，中国国家统计局在9月15日发布的数据清清楚楚，新房价格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3%， 已连续27个月下跌。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0.7%， 其中北京二手房价格暴跌 1.2%， 全国第一。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1月至8月同比下降 12.9%，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7.3%。这些数据像一把一把冰冷的刀，割开了楼市最后的遮羞布。北京，中国最具面子的城市，二手房领跌全国。深圳，曾经的财富神话，如今连豪宅区都在打折甩卖。3、4线城市更是房子堆成山，烂尾楼成片，却无人问津。房地产投资遵循2个逻辑：买涨不买跌，危帮不入。现在中国楼市跌成这样，外资怎么可能冒险入场？除非他们想当接盘侠。外资真的会买账吗？我们不妨看看外资对中国楼市的真实态度。高盛在今年年中就已经预测中国楼市的底部，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可能出现。换句话说，接下来的2、3年，房价还要继续跌。外资投资机构本身就是逐利的，他们最清楚一个基本原则：不要在半山腰抄底。而如今的中国楼市就是典型的半山腰，买进来不是捡便宜，而是被套牢。更何况房地产行业的债务炸弹早已让资本闻风丧胆。据中指研究院统计，自2020年以来，77家房企发生债务违约，30家上市房企退市，无数楼盘停工，业主断供，成为新闻热搜的常客。外资要进来，他们看到的不是机会，而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北京曾经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城市，房价高起，动辄上千万一套，无数中产倾其一生，也只敢咬牙背负几十年的贷款。但现在，北京正变成楼市的地狱入口。根据统计局数据，北京8月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 1.2%， 跌幅全国第一。中介门店倒闭潮加剧，吉链家今年上半年就在全国关掉超过300家门店。5环外的新盘为了卖出，开始打出先住后付首付分期的噱头，甚至送车位、送学区房，虚假宣传。
北京房价下跌是补跌行情，过去虚高太久，如今终于回到现实。而且北京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中产收入下滑，支撑房价的根基早已动摇。换句话说，北京的下跌只是全国楼市的缩影。面对楼市的寒冬，北京当局的操作几乎可以用一个成语形容：黔驴技穷。先是放开限购，让有钱人多买几套，然后是降低首付比例，放宽贷款利率，如今更是指望外资来接盘，一层层补丁打下来，效果却寥寥。房价继续跌，房企继续暴雷，老百姓的信心继续崩塌。这些政策就像给一个垂死病人输液，最多延长几天寿命。外资购房新政更多是一种姿态，效果微乎其微。即便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去年吸引的港澳居民购房资金也不过16.4亿元。对一个总规模数十万亿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这点资金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放宽外资购房限制，看似在给市场注入强心针，但现实是，这针下去，市场连一点水花都没有。因为外资早就看穿了中国楼市的本质，一个用债务堆砌出来的庞氏骗局。曾几何时，中国是全球资本的必争之地，但现在呢？资本正在疯狂逃离。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8%， 是近5年来最大降幅。与此同时，美国、东南亚、印度等地正成为资本的新宠。彭博社的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跨国企业已经缩减或推迟在华投资计划。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24年第3季度甚至首次出现负值。外资要么走了，要么观望，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抱着短期套利心态的资金。一个连自己人都不买单的楼市，一个债台高筑的房地产市场，外资凭什么要进来？房企暴雷连环效应，没有底线的崩塌。房地产不只是楼市，它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心脏。心脏一旦坏死，全身的血液都会凝固。自2020年以来，恒大、碧桂园、融创、花样年这些曾经的地产巨头一个个倒下。恒大欠债 2.4 万亿，破产清算，许家印身陷囹圄。碧桂园债务规模 1.4 万亿，已经沦为下一个恒大。佳兆业、世茂、新力一个比一个惨，债券市场人人自危。根据中国房地产报的统计，目前全国 TOP 100房企中，超过80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债务违约风险。房企暴雷的直接后果就是烂尾楼越来越多。住建部2025年初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烂尾楼涉及项目超过2000个，受影响业主超过300万人。无数家庭把一辈子的积蓄压在房子上，却等来一个冷冰冰的烂尾工地。断供潮、维权潮接连不断，普通人的眼泪成了这场泡沫破裂的牺牲品。中国的中产阶级曾经最信奉的就是一句话：有房才有安全感。可现在，房子成了中产阶级的深渊。以北京为例，一套总价1000万元的二手房，过去2年价格跌掉了200万。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意味着至少20年的积蓄瞬间蒸发。更可怕的是，房贷还在，工资却在缩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 3.1%， 扣除通胀后几乎是零增长。而房贷利息却在一点点吞噬家庭现金流。于是，越来越多的中产开始断供。据财新网报道，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的断供房比例比2023年增加 45%。广州、郑州、重庆等城市甚至出现业主集体断供、联合维权的现象。他们不是不要房子，而是实在撑不下去了。房地产的崩溃
不只是数字游戏，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间惨剧。在河南，有业主因为楼盘烂尾，贷款还了3年，连地基都没见到，最终绝望离开人世间。在广东，一个中产家庭因为二手房贬值，抵押贷款断裂，被银行起诉，全家搬到出租屋，孩子学区资格也失去。在上海，老两口把唯一的房子卖掉，给儿子凑首付，如今楼市暴跌，儿子房贷断供，一家3口面临无家可归。这些故事刺痛着无数普通人的神经。有人感叹房子是中国人最后的信仰，现在连信仰都没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北京还在不断出台新政，降低首付比例，放开限购，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甚至放宽外资购房。但结果呢？房价依旧跌，成交依旧冷清，房企依旧暴雷。每一次政策出台，都像在提醒人们，市场真的不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跌破 20%， 创下近20年来新低。曾经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如今正拖着整个国家一起下坠。放宽外资购房限制，不过是北京方面的一次无奈表演。真正的市场，真正的资本，早就已经用脚投票。